顾总，看时间，秦大小姐快从拘留所里出来了。秦小姐出来了。秦小姐，这是您第3次因醉酒驾驶被拘留，请问您有什么想对公众说的吗？规矩是给普通人定的，我可是秦家大小姐，不是吗？秦小姐，秦方好，这位惬意的豪门继承人，没有人比他更懂小镇了。明天这条新闻一定会登顶热搜，我亲自设计的这件衣服又要卖断货了。哇，这身材，这脸蛋，娱乐圈新出道的明星嘛，正好准备开辟一个男装品牌，不知道能不能签他做代言人。真有意思，当街绑架呀！本小姐还没有被绑架过呢。是秦老夫人安排我来接你。奶奶带来的人啊，真无趣。经常派秦方好。是。以后他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一条1万。哎，好，没问题。这应该就是奶奶给我准备的接风礼物吗？你就是奶奶给我准备的接风礼物。奶奶这次总归是送了件像样的礼物，拆包装的乐趣归我了。我想你是误会了，从现在起你归我管。奶奶这是搬救兵啊，想留在我身边可没那么简单。我看你长得倒是不赖，你应该早就听说过我浪荡的名头了。今天我就把你吃干抹净。秦小姐，秦小姐，秦小姐，你的伤好吗？秦小姐，介绍一下吧。外面有人。放心吧，外面听不见。而且这样才刺激，不是吗？我都在车上玩过好多次了。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秦小姐，秦老夫人还在家等着你。无趣！哎，别走啊！别走啊！秦小姐！哎，秦小姐！秦小姐，让我们早点休息吧，明天我来接你。知道了。秦方好，好久不见。小子，不是叫你带钱来吗？你他妈耍我们玩呢！吵死了！挡本小姐的路了，给我滚！哪来的小娘们儿？给我滚远点！别多管闲事。是不是说了让你们滚？一群社会渣子，滚！本小姐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他真的好厉害。现场那边已经打点过了，媒体不会乱写，上面也会行个方便。我的身份一定要处理好。秦家与顾家积怨已久，他们如果知道我是顾家人，绝不会允许我接近秦皇后。不过，据我们调查，秦小姐当晚被捕并没有喝酒，而是吃了荔枝。为什么不解释？而且还要装成醉醺醺的样子？她一向很有主见。走吧。秦方好，拘留所都快成你第2个家了，我们秦家的脸都快被你丢光了。奶奶，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熬夜可对身体不好哦。秦方好，你给我跪下！今天就替你爹妈好好教育教育你。唉，奶奶，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动不动就让人下跪的毛病得改改。不跟你说了，我得睡美容觉，不然明天上镜不好看。你是说上
狗仔的劲吗？啊！奶奶，您别生姐姐的气了，我特意为您炖了参汤。哟，手挺稳呢，一看就是练过的。端茶递水，下跪磕头，偷人生父。保姆的女儿，果然是不一样。姐姐，这是我对奶奶。谁是你姐姐？我妈只有我一个女儿，秦雪莉。母亲曾是我们家的保姆，偷了爸爸的计生用品，人工受孕怀上了她。这个保姆家的女儿却千方百计想取代秦大小姐啊，那个顾思言的资料查到了，父母双亡，单身，而且特别洁身自好，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哦。净查些没用的。大小姐，你别生气，我有办法把他赶出去。等明天我们细说。洁身自好，有点意思。思言哥，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秦大小姐。来找姐姐？你跟姐姐在谈恋爱吗？我只是受秦老夫人所托，帮秦大小姐成为一名合格的继承人。死老太婆，哪怕秦芳好这么声名狼藉，你还是想让秦芳好接班？难道我永远都比不过她吗？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带你去找姐姐吧。思言哥，我姐姐没什么事业心的，她每天都要睡到大中午，要不你中午再来？谁？哪楼塌了？顾思言，你带着这个野种是来找死的吗？滚出去！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恕难从命。现在是早上7点，我们最晚8点必须到达公司。考虑到早高峰路途拥堵，至少要35分钟，所以你还剩下25分钟的时间洗漱整理。7点、8点，公司，这些词简直是对我财富的侮辱。现在你们给我立马出去，不然我让你们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秦小姐，我说过，你现在归我管理，必须起来。神经！我他妈已经那么有钱了，还要去工作？那有钱还有什么意义？不去，也不去。也好，既然你明确放弃，那么根据老夫人的意愿，秦雪莉小姐作为公司的备选继承人，即刻起开始接管公司事务。思言哥，这奶奶真的这么说吗？我怕我做的不够好。秦老夫人说过，规矩和勤奋是继承者的必备素质。很显然，某些人不具备。他一个野种，他也配？可别给我们秦家丢脸。顾思言，楼下等我，我马上下去。思言哥，奶奶她真的主意我吗？我想了，效果达到了，感谢你的配合。秦芳好，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秦小姐，这些是上半年的所有重点项目报告，今天请您务必读完，并签署意见。没问题，出去吧，我需要安静。我去，哎，大小姐竟然在！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难道传言是真的？大小姐要收心接班了？有可能。想管我，本小姐有10000种方法，睡到自然醒。秦小姐，你眼睛和眼睛上。
本小姐不就是太困了吗？去给我倒杯咖啡去。好。奇怪，这个时间怎么会有清洁工出现？不知道，但刚刚那个方向只有秦小姐的办公室。我去看看。秦放好人呢，是那个清洁工。顾总，需要我将秦大小姐拦住吗？不用了，我已经看过公司的文件了，它表面上玩世不恭的，实际上把该处理的事情都处理好了。看来是有人在刻意抹黑他。那秦老夫人那边，我去处理吧，只要他不要再出现负面新闻就好。赶紧说，出了什么主意？你说你奶奶为什么选他来管教你？别给我打哑谜，赶紧说。顾先生，你女朋友正在私人会所狂欢呢，估计明天都要上八卦新闻了。我调查了一下她，虽然资料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她能力非常出众，而且名声好，还正派。正派？你干什么？大小姐，你脸怎么红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有个办法可以让他把名声搞臭，这样你奶奶肯定不会顾他了。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他什么时候来的？听到了多少？顾思言，你怎么来了？你不会在我身上装了定位器的吧？跟我回去。哎，想带他走，得问过我同不同意啊？不，哦，旷野，你别怂了你！沈能，他可是全国跆拳道3连冠，揍我跟小鸡仔一样。你虽然很厉害，但也不能不讲道理，对吧？只要你把那酒喝了，你就可以把他带走。这下可以跟我走。顾先生喝多了，把他送回房间休息。我还以为多能喝呢，还装傻了，原来是个小趴菜。那你可搞错了，这杯酒里啊有东西。你下毒了，这可是违法的。不是啊，是那种药，就是那种药。我已经安排了3个专业的选手去他房间，门我虚掩着，记者都安排偷拍了。到时候明天他夜遇3女的消息就会传到你奶奶的耳中。他在哪？你奶奶要知道他玩的那么花，还会继续用他吗？哎，不用谢我，像我这么聪明。我问你，他现在在哪儿？楼下808。好棒啊！都给我滚出去！伤风败俗，有碍观瞻，盖着肚脐眼吧，不然一会儿要拉肚子。好热。好热。顾思言，你冷静一点。完蛋，今天不会折在这里吧？出去，关门。
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安顿好了。这个顾思燕太刚了吧？她为了保持清醒，用碎玻璃片在自己左臂划了3道口子，伤口不浅，失血有点多。果然很正派，哪怕这种情况也依旧会克制自己。我把她安排到顶楼的 VIP 病房。知道了。大不了以后都补偿他一些了。方好，你说什么补偿啊？没事，奶奶。今天回来的倒是早，看来啊，顾思妍这小子还真有点手段。正好，奶奶跟你商量个事儿。这顾氏集团最近研发出一款顶级面料，技术含量极高，恐怕对咱们的新品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就凭顾氏，这些年顾氏打压咱们多少次了，怎么一次也没倒下呀？不能掉以轻心呐。想当年，你爷爷和顾氏集团的创始人顾沧海一起打拼创业，当时我甚至跟那个眼高于顶的顾老太太，给你和他的孙子定下娃娃亲。可后来呢，这顾沧海为了一己私利，分裂集团，偷走核心技术，还把咱们一半的客户都带走了。当时差点让我们秦氏破产了。顾氏还有孙辈？原本是有的，可那孩子呀命薄，在定完娃娃亲不久就走丢了，至今生死不明。要我说呀，这就是顾氏背信弃义的报应。好了，奶奶，别再念叨这些老黄历了。明天我去顾氏旗下的品牌店里探探虚实。好。这些衣服用的是云翼面料吗？是的，这款面料是我们的小顾总研发的。小顾总？啊，对，小顾总之前流落在外，刚被找回来。我这娃娃妻未婚夫还有点本事，不过说不定是在哪偷的技术。反正他们顾家的优良传统就是偷。那边好像是小顾总来视察了。这背影，我倒要去看看这位小顾总是何方神圣。顾总，3点钟方向，秦小姐。不好意思啊。这背影好熟悉啊！哎，他不应该在医院吗？我去医院看看不就知道了。不要，哎，开，走走走。你一直在医院里？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啊？
我太虚弱了，我能晚2天再去上班吗？我可不是催你去上班的，我们秦氏可比顾氏有人情味多了，病假还是带薪的呢。哦，那秦小姐是来关心我的？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就是来看你死了没。回答我，你真的一直在医院吗？我怎么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呢？那不然呢？我刚在商场里面看到一个背影很像你的人，不过应该不是你。顾家的大少爷怎么可能屈尊来受奶奶的委托？你说顾氏集团？我跟你说，顾氏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你这未免也有点太武断了吧？你这总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啊！这毕竟顾家人那么多，基因遗传你知道吧？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顾家的种从根里就是坏的。我奉劝你啊，以后见到姓顾的，有多远躲多远。看来以后一定要掩藏好自己的身份。顾先生，这可是大小姐安排的，补充营养。这是大小姐安排的，补充营养。明明是你自己准备的，说我干嘛呀？我可没那么好心。对，是我安排的。瞧我这破嘴，净说大实话。你还要赔偿道歉？是，顾先生，请您接受我的道歉。这件事情完全是我自主安排的，和大小姐没有一点关系。这还差不多。走吧。不行，我怎么能放任你和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在这儿？我不放心。我现在说话都不好使了是吗？我就在外面，有事叫我。啰嗦。顾先生，这件事情确实不太好意思啊。那秦小姐打算怎么补偿我呀？你可别仗着我对你愧疚，就提出什么无理的要求。这样吧，我先给你1000万补偿你。我可不要那种补偿。你这样看着我干嘛？你可不要喜欢我啊！虽然我平易近人，天生丽质，但是山鸡哪能配凤凰的？秦大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答应我一件事吧。只要不违法犯罪，我都可以考虑考虑。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我骗了你，原谅我一次。我怎么感觉你这小子憋着坏呢？我是说，如果。行吧，好吧，我这个人可是很大度的。雪莉，这边有新情况。你是说，顾思言一说带你去公司，方好立刻就起来了？是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让我进公司鞭策姐姐。您知道的，她一向喜欢和我争。可是让你去做方好的磨刀石，对你是不是太不公平了？你若心生嫉恨，怎么会呢，奶奶？进公司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况且姐姐日后也需要有人扶持，我们是血脉至亲，自然比外人要牢靠呀。你说的有理。
秦方好，你在外面能不能注意点形象？你别忘了，你可是代表着秦氏。奶奶，我现在都很注意了，我都去私人会所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的，他们总跟踪我，老拍我。姐姐，狗仔就是干这个的，那自然是无孔不入。不过吧，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哎，你闭嘴吧你！苍蝇哪不落呀？苍蝇还飞在桌子上，你还说是桌子的问题呢？我神经！不是，你怎么就看不惯你妹妹啊？我要是100年之后，雪莉可就是你最亲的人。你们姐妹之间是要互相扶持的。奶奶，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我妈就我一个女儿，我哪来的妹妹？好好好，我不跟你争。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我决定让雪莉去公司学习。什么？什么？奶奶，她是秦家的污点啊，你怎么能让她去公司呢？我看呐，咱们秦家最大的污点就是你。雪莉去公司的事儿就这么决定了。我告诉你，你再屡教不改，我可是不介意让雪莉接班。你不会以为进了公司就能取代我吧？姐姐，我进公司不是为了取代谁，我是为了帮奶奶分忧。毕竟秦氏的名声总是需要有人来挽回的。挽回？就凭你？一个私生女。你别忘了，现在我才是公司的执行董事。既然你这么想进公司，那就从端茶倒水做起吧。秦风好，我穷怕，苦日子也过够，我想到你的位置，看你。谁允许你进我办公室的？是奶奶安排我做你的助理的。行啊，去，给我手磨一杯咖啡，不加糖不加奶，温度要85度，磨不好就重磨，直到我满意为止。怪不得大家都讨厌你。你说什么？我说，怪不得大家都讨厌你。也许你本来就是天煞孤星，你父母说不定就是被你克死。思言哥怎么不阻止他？肯定是思言哥没有反应过来，那就借此机会让他在思言哥面前坐实恶女的传闻。思言哥，你怎么来了？别哭了，他绝不会无缘无故打你。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让他生气的事？从爸妈死后，从来没有人不问缘由，站在我这边。的确不是姐姐的问题，是我惹他生气了，我该打。思言哥，你千万不要因此去对姐姐有所偏见。又是这种。我对秦小姐没有任何偏见。既然你说了是你的问题，那就别再哭了。你这样出去让别人看见，岂不觉得秦大小姐在欺负你？思言哥说的对，我不哭了。太爽了，可算找到人治这个小绿茶了。你怎么出院了？不是说了让你多住几天吗？不要担心住院费，到时候我全给你报销了。不，住院？思言哥，你受伤了？哦，是，手臂受了点伤。说话就说话，干嘛动手动脚的？
我就是关心思言哥。顾思言是我的人，用不着你关心。姐姐，你恐怕不知道，我和思言哥哥关系匪浅，我们小时候就认识。哦，只是认识而已。才不是，思言哥，你忘记了吗？我以前经常去你们家玩，你爸妈还说让我长大了给他们做儿媳妇呢。那你记性够好的。我不记得有这回事儿。真的。秦雪莉，你是来工作的还是来叙旧？现在是工作时间，给我滚过去工作去！哎，你不觉得这个秦雪莉有问题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她。平时大家都说我有问题，不过无所谓了，反正我早就声名狼藉了。他表现的对我手臂受伤的事情毫不知情，却精准的抓住了我的右手臂。他是怎么知道的？伤口在这儿。所以他对我的事情了如指掌，说不定他在跟踪我。聪明。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顾思言，啊，你是第二个察觉到秦雪莉有问题的，我决定接纳你，以后我们就是同盟了。那是自然，毕竟你都说了，我是你的。baby， 那个下午要开会，你赶紧准备去。好。顾氏新推出的云翼面料已经抢占了60%高端市场份额。我们多个专柜现在日销量惨淡，我建议立即撤掉一些专柜，缩减开支。不行，撤柜对公司的影响不好。不撤柜，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在亏损吗？大小姐，你每天只顾着玩乐，大概不知道公司现在有多少人离职了。我赞同姐姐的想法，不能够让别人觉得我们秦氏出了问题。我有个提议，给全体员工加薪5%，这样既能够稳定军心，又能够让别人觉得我们秦氏欣欣向荣。就知道这玩意儿憋着坏，答应加薪会让本就不乐观的现金流雪上加霜，拒绝又会失去人心，这根本是个两难陷阱。这件事，我考虑2天再给大家回复。旷野，老地方，陪我喝2杯。要出去吗？约了旷野，出去喝2杯。我跟你一起去。随便。旷野，那个经常出现在他身边的人，他的行踪屡次泄露，也许问题就出在他最信任的朋友身上。顾氏就是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们用最下作的手段装最高贵的样子，他们挣的钱哪个是干净的？我呸！我宣布，顾氏就是我秦法好的一生之敌，他们抢我市场，挖我客户，你不准跟顾氏合作，听到没有？那是自然，我们都听秦大小姐的。旷野，花旗银行的小公子，跟顾氏的合作可不少。
不过大小姐，这都玩到1点了，我实在喝不下去了。你们玩啊，我就先回去了。瞧你这点出息，快滚！那什么，姓顾的，照顾好秦大小姐。顾思言，嗯，行不行啊你？才喝这么一点儿，继续喝。今天非要把你喝趴下。继续。干杯。I don't mind. I've been in love with a heartbreaker. I know that everything dies later. That's where they tell me I'm falling deep. I've never landed straight on my feet. Drunk on these feelings with no chaser. I could walk on and it won't faze her. She doesn't know that I'm on my knees. Better let her walk all over me. 不行，继续，非要把你喝趴。总算是把你喝趴下了吧？思言哥，思言哥，方浩，我终于走到你身边了。这一步，我走了5年。为什么？为什么轻而易举就能得到一切？连我唯一心动的人都喜欢你？很甜的。秦雪莉，你怎么在这儿？思言哥，我路过。方浩，我顾思言，你以为他是真的喜欢你吗？他从小就这样，什么都喜欢抢我的。跟你抢？嗯。在你的心里，是不是早就认定我是你的了？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你不是跟秦雪莉关系更好？你们不是从小关系匪浅吗？我不是要当儿媳妇吗？我对她的记忆，就是小的时候，他妈打完她，然后她在门口罚站，她就一直哭，一直哭，吵得整个巷子都能听见。我实在是嫌烦，用了一块巧克力去堵住她的嘴。所以你没有喜欢秦雪莉，那你有喜欢的人吗？有。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You got me, you got me mind and body. You got me, you got me mind and body. You got me, you got me mind and body. 现在还觉得我们关系匪浅吗？ Throw it on the floor. 早。早。那个，我昨晚喝多了。所以呢？所以，如果昨天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做了什么不该做的，都不算数。比如呢？比如昨天晚上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你，思妍哥，姐姐，思妍哥，你昨晚喝了酒，早上还是喝点粥养养胃吧。不用了，我吃过了。思妍哥，这还是你妈妈教给我的配方，山药粥肯定和阿姨做的味道一样。谢谢，有心了。都聊3分钟了，看来很有共同话题嘛。说话就说话，往前靠什么靠啊？思妍哥，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不当讲就不要说。是和姐姐有关的事儿。什么事？思妍哥，我是不想你被蒙在鼓里。姐姐她根本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她私下里男人不断的。你对她来说，也许就只是新鲜的挑战而已。我知道你不信，但我有证据。喏，这是姐姐的旧照，都是她在夜店里的。哎，拿手机干嘛呀？要加联系方式啊？我看这些照片都像是 P 的，为了防止这些照片传出去，损害秦大小姐的名声，我帮你都删了。这怎么？你也不希望你姐姐被人诋毁？那当然。这你都不信，那我只有坐实他放浪形骸的传闻了。为什么看到顾思妍跟秦雪莉亲近，我就这么不舒服呢？昨晚刚亲完我，今天又跟秦雪莉拉拉扯扯，渣男！你要去哪儿啊？本小姐的行踪还需要向你汇报，我奶奶都管不住我。哎，你才刚来公司，你奶奶希望你能成为合格的继承人。我现在还不合格吗？什么样才算是合格的继承人？善于伪装，得体，内敛啊！少拿你那些大道理来压我，看不惯，忍着。怎么了，大小姐？怎么感觉你不太开心啊？谁让你生气了？还不是因为顾思妍。我发现你最近很容易被顾思妍牵动情绪，怎么？你不会喜欢她吧？怎么可能？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喜欢她。切！唉，那可太可惜了。男人最了解男人，
那顾思言好像对你还挺感兴趣的。真的吗？你怎么能不相信我的判断呢？这样，你找个男人，故意在他面前跟他暧昧，看他吃不吃醋。旷野，你脑子里面除了这些下三滥的手段，还有没有点新鲜的？上次你给他下药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净说些上不得台面的主意。不跟你聊了，我去。等本小姐喝完这杯酒，要去找点真正的乐子。这酒劲还挺大。这位小姐喝多了，我扶她去休息室。思言哥，思言哥，不好了！我刚刚看到方豪姐她跟一个男人搂搂抱抱进了酒店，这要是被狗仔拍到，那影响多不好啊！不可能，眼见为实，你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方豪并不是浪荡，难道是留不下？带我过去。秦大小姐，对不住了，我也是拿钱办事，您别怪我，我就脱下您衣服，我保证不看。天哪，这大白天的，没想到姐姐玩的这么激烈。门没关，就好像是专门等着谁来观看一样。哪怕真的发生了什么，也一定要保全方豪的名声。这件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听说，凶手在事发后都会重返案发现场，是你做的吗？当然不是我。这怎么可能？雪莉，让我来解答你的疑惑吧。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看到他下药了。你怎么能不相信我的判断呢？这样，你找一个人，故意在他面前跟他暧昧，你看他吃不吃醋？旷野，你脑子里怎么尽是些下三滥的想法？但我将计就计，让他把我带了过来。秦大小姐，对不住了，我也是拿钱办事，您别怪我，我就脱下您衣服，我保证不看。做个样子，你爸妈生你养你，就是让你用这双手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吗？为了点钱，你连做人的尊严都不要了。秦大小姐，我错了。这一巴掌打你枉费学校对你的12年义务教育，这一巴掌打你做人没底线。你说一个女人怎么能对女人这么狠心呢？不是我姐姐，我是接到小道消息，为了维护公司的名声我才赶过来的。那你呢？你现在还站在他那边是吗？是他叫我来的，我一开始就没有相信，但他说的很肯定。想起上次的事情，我担心你也被下了药，就赶紧过来。都不承认，还好我有证人。说，是谁指使你过来的？说，是谁指使你过来的？是我自己见色起意。你明明说了你也是拿钱办事，还想被打是不是？哎呦，秦大小姐，你快打死我吧！你们这真是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啊！那你就去牢里好好待着吧。都不承认，那就是旷野了。毕竟我被带走的时候，他什么都没说。那我们去找他。怎么回事啊？
还好不是你主使的，不然我真的会很失望。发生什么事了？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我还以为是你主使的呢。看来是我多想了。我们可是最好的哥们儿，你怎么会害我呢？而且我们还无冤无仇的，对吧？我怎么会害你呢，大小姐？我可是一向为你马首是瞻，怎敢呢？谅你也没这个胆。既然现在这件事情没有头绪，那就以后再查吧。我们先回家，顾思言，你送我。好。这件事情就这么完了？不然呢？秦方好一向很蠢。雪莉，如果你想要钱，跟我在一起，我可以满足你。你为什么要和秦方好争呢？我要的不仅仅是钱，我还要为我妈妈报仇。况且，男人是最扛不住的。你真觉得这件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啊？怎么可能？秦雪莉最有可能了，旷野也有可能跟他们是一伙的。但我现在只能装傻啊，不然他们怎么露出来狐狸尾巴？不过还有一种可能，跟旷野和秦雪莉都没有关系，而是什么？而是喜欢你的人啊！你想想，我们现在关系这么亲近，如果这个人喜欢你，按照我之前看短剧的套路，他肯定想让你看到我不堪的一面，然后厌恶我。快说，是不是有人喜欢你啊？没有。你不实诚，你这么秀色可餐，怎么可能没有人喜欢你？那你想我吗？我嘛，我见过的帅哥多了去了，像你这种级别的，勉强能入眼吧。哼，只是勉强。哎呀，你快起开！哎呀，快走了！今天下午还有个重要会议，要是耽误了，你能负责吗？快去开车去。好，我这就去。顾总，您今天怎么有空？秦小姐那边，她开个重要的会，要2个小时。你最近跟秦小姐有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她呀，油盐不进，稍微靠近一点，就像一只张牙舞爪的猫。哎，这个秦小姐她就是个纸老虎，对付她这样的女人，你总不能端着呀。什么意思啊？我们得采用一点特殊的手段，比如色诱。什么乱七八糟的？哎，顾总，我是认真的。您看看，您这身材，您这气质，这就是最大的武器。西装那是穿给别人看的，你得让他看到你的另外一面。比如啊，平时你就不经意的露出你的腹肌和胸肌，或者是你可以换一套穿搭，就是那种领口比较大，若隐若现，要让他知道像你这样的男人有料啊，而且还不随便给别人看。行了吧，我还没到那种地步。哎，顾总，我是认真的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方式，试试。
上次大家的加薪要求，我考虑了很久。过去我从来没有亏欠过大家，现在公司遇到困难，我只希望大家可以和秦氏携手共进。只要我们渡过难关，我保证一定会给大家加薪。至于那些想要离职的人，想走就走吧，我只需要对秦氏忠诚的人。大家迫于您的长期威压，不敢说话。今天我就替大家问一句，你这不就是在画饼吗？是啊，大小姐，你说要渡过难关，你总得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盼头和具体的方案吧。方案我有，顾氏集团的面料主要用于女装，而并不适用于男装，所以我决定启动全新的高端男装品牌秦风。顾氏在男装领域根基尚浅，我们要集中资源，开辟第二战线，直击其软肋。什么？大小姐，你不愿意给我们加薪，却要拿出资金去开辟一个新的男装品牌？秦氏这么多年的根基都在女装，贸然进入的风险太大了，万一资金打了水漂，公司不就完了吗？秦风不是心血来潮，是我经过周密的调研决定的，这件事必须做。各位必须全力配合。散会。太不像话了，独断专行，他这是要把秦氏往火坑里推啊！哎呀，大家先别动气，姐姐她就是太想做出成绩了，只是这个秦风计划确实十分冒险。奶奶把公司交给她，是希望她稳中求进，不是让她带着秦氏几十年的根基去豪赌啊！是啊，雪梨小姐说的很对啊。要是老夫人知道她这么乱来，肯定不会同意的。可是姐姐现在听不进去劝，也许只有奶奶的话才能让她考虑一下。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把公司给毁了。走，我们去见老夫人。对，我们集体去跟老夫人陈情，必须阻止这个荒唐的计划。是，走。听说今天的会议你犯了众怒，他们都去找钱老夫人告状了。让他们去。奶奶既然把公司交给我，就不会干涉我的决策。你画什么呢？这么认真？哇，这肌肉走向，这身材，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天天抖。这简直是上帝创造的艺术品啊！顾四爷，你太厉害了！你能不能去沙发上躺一会儿？就躺在那，做一会儿我的人体模特吧。啊？我的秦风系列就需要你这样的完美身材来作为灵感。其实我从见你的第一眼开始，脑子里就有了秦风的雏形。他应该是内敛的，充满力量的，就像你一样。到时候，如果我的品牌发布，你可一定要来做我的开场模特。是不是色诱的力度还不够？这样，看的是不是清楚一些？
这样看的是不是清楚一些？你干嘛突然？不过肌肉线条确实更明显。既然秦小姐说了要寻找灵感，我自然是全力配合你，让你看得更加透彻。要命！这谁还能专心画画？有些灵感只是看，可能还不够，只有用手亲自触，才能感受到肌肉的纹理和力量的真实走向。这样不好吧？都是为了艺术，不必拘泥。我对你很大方。顾思言，你 How can I be sure you won't walk away? Why do you love deception? Let me live this way. How can I be sure the safety of your heart? 还得是真人模特才有灵感啊！给姐姐挪一下办公室。你们干嘛？谁让你们来的？姐姐，由于你今天在会议上犯了众怒，各位股东一致请求，和奶奶的授意之下，我现在成了董事会主席。哦，对了，奶奶还分给了我5%的股份。现在的秦氏门槛真的是低，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当主席了。姐姐你放心，我和你同样毕业于常春藤商学院，你学过的我也学过，而且我有自信我能够做得比你更好。秦大小姐虽然没怎么用过功，但都是全 A 毕业，我想这应该就是天赋。那又怎么样？现在我才是秦氏的董事。给大小姐搬家。大小姐，请。那你就得意吧，看你能得意多久。思言哥，秦芳，我也想看你能得意到几时。我让你从豪门千金变得一无所有。秦老夫人这一手制衡之术用的倒是老了，我建议你啊，可以找他好好谈一谈。谈？怎么谈？在他眼里，秦雪莉才是那个听话懂事的好孙女。他如果真这么想，管理公司的就不会是你了。你的能力和才华，秦老夫人其实一直都知道。哦，还有，秦风计划确实可行。据我所知，顾氏已经准备撤掉男装线，这正是秦氏切入市场的好时机，足以进行差异化改变。你怎么对顾氏的动向这么了解？你也姓顾？你该不会是顾家的亲戚吧？怎么可能啊！这天底下姓顾的人这么多。行吧，我回去之后找我奶奶聊聊。其实如果可能的话，真的可以和顾氏进行某种层面的合作。成功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强强联手，足以改变市场格局啊！先别说我愿不愿意了，我奶奶一定不同意。这条路想都别想。方好，你有想法，有锐气，但是咱们秦氏最擅长的是设计，面料这一块是一直我们比不上顾氏的地方。如果做高端男装品牌，没有顶级面料的支撑，一切都是空谈呐。奶奶说的对，没有好的面料，再好的设计也进不了高端市场。这样吧，雪莉、方好，
你们自己去想办法，或者是去寻找，或者是研发出能匹配秦风定位的顶级面料。谁先拿出让我和董事会满意的成果，那这秦风的项目就交谁全权负责。如果项目能成功，我就定下继承人的位置，公平公正，各凭本事。行。以前奶奶不让我进公司，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在你最骄傲的领域打败你。我要让奶奶知道，你不过只是靠着骑士的大树好乘凉，没什么真本事。喝杯咖啡吧。成了，顾思言，我们好像做到了，你看到了吗？我们真的做到了。我看到了，我们做到了。今天就是确定面料的日子，我们一起去董事会。好。奶奶，各位董事，这是我历经千辛万苦，专门从意大利找来的顶级新型面料。月光纱，无论是垂坠感、顺滑度，还是亲肤性，都堪称完美，足够支撑我们打造最高端的男装系列。好，好了，感谢。小秦总果然能力出众，这面料，这手感，太棒了！没错，一看就比市面上普通的面料要高出一个档次。用这个，我们的起点就赢了。方好，你的呢？奶奶，各位，这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新面料。姐姐，我知道你没有找到，可你也不用随便拿块粗布就来敷衍我们吧。秦雪丽的月光纱虽然柔软华丽，但是它几乎不具备任何功能性，易皱易勾丝，尤其不防水。真没想到。请问哪个精英男士愿意穿着一件一淋雨就透视，坐下起身就有褶皱的衣服出门呢？是啊，什么月光纱？这不就是顾氏旗下云逸的面料？不知秦小姐为何说这是你从意大利找到的？雪莉，顾思言说的是真的吗？顾思言说的是真的吗？顾思言哪懂什么面料啊？市面上相似的面料那么多，他随手一摸就说这是云逸。奶奶，这是我亲自从意大利供货商手里拿来的，我呢，合同、报销单、物流都是有的。顾先生就这么空口污蔑我。云逸面料是顾氏的专利产品，每米布料的经纬交汇处都植入了特别的荧光纤维，只要在紫光灯下，就会展现出带有顾氏羽苗的标记。真的是顾氏的徽标！奶奶，我只是够了！秦风项目全权交给方好负责。奶奶，秦雪莉，你真的让我失望。李叔，王爷。
能？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研制出这种面料？这凭你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了，不是我一个人，从创意到研发，顾思妍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走吧，请你去吃大餐。为什么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在托举你呢？秦方好，你的命未免也太好了。顾思妍，今天谢谢你啊，不仅提供了信息支援，还帮我直接拆穿了秦雪莉。能帮助你是我的荣幸。顾思妍，你这么能干，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我家直接做上门女婿得了，我罩你。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不是父母双亡吗？入赘我们家还委屈你了呀？为什么要我入赘秦家呀？因为我能帮你吗？那倒也不是，就是我觉得你人挺好的，而且长得也还行。有能力长得还行的人很多，为什么是我？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不答应。那如果就不能因为我喜欢你吗？把如果去掉。那就是因为我喜欢你。既然你都答应和我在一起了，那我可得验验货了。秦小姐想怎么验？看看你是不是表里如一了。其实我早就想睡你了。什么时候？在我办公室，我给你画素描的时候，你躺在沙发上，我就在想，会是什么感觉呢？大家都说我和秦方好有些相似，现在我用他的化妆风格穿他的衣服，是不是更像？你真的要这样做吗？没办法，我又输了一次。这是他跑车的备用钥匙，但如果他出现在任何监控里，你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他被狗仔追怕了，现在都躲着摄像头。况且他现在正在跟顾思妍翻云覆雨呢，等他明早醒了，迎接噩梦吧。早啊。早什么早？我们都在这个房间里待2天了。疼吗？还行。是秦老夫人。顾思妍，我对你非常失望。我让你看着方好，他却闯下那么大的祸。闯祸？看来你还是非常不称职。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你却一无所知。还有，方好现在在哪里？他电话怎么打不通？哦，奶奶，那个您先别急啊，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方好，我马上就去联系他。为什么不告诉奶奶我们在一起啊？以我的经验，我得先看是大是小。如果是小的话，我就给他回个电话；是大的话，我就先不回家，等他气消了，我再回去呗。
么可能？秦家魔女冷血撞飞途人，不顾呻吟伤者，猛踩油门遁走。这怎么可能啊？秦方好肇事实录，车头尽毁，一射酒驾，竟弃车逃逸。这还真是我的车。还有谁能开到你的车？旷野，我给了他一把备用钥匙，让他给我挪车的。你说这华旗银行的公子哥，怎么就甘心给你当泊车小弟呢？当然是被我的人格魅力折服。没人接啊！可是根据屏幕看，明显是个女生啊。但这就是我呀！你看卷发，还有这件衣服是定制款，全球只有3件，华国只有我一个人穿。难道是平行时空的我跑出来干一票大的？这学艺术的，你这天天天马行空的，我看啊，就是有人模仿你。走吧，我们得去查清楚。听文明说，你验货的结果满意吗？少废话，快走！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开车了。秦小姐，秦小姐，你们谁啊？需要我给你们签名吗？秦小姐，请你回应一下昨晚的肇事逃逸事件。回应？你谁啊？我又没有撞人，警察都没说呢，轮得到你给我定罪？就他开豪车撞人就跑，冷血。低头，跟我走。每次闯祸你都会躲起来，这次倒是有担当了，还敢回来。奶奶，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秦老夫人，这件事情我可以作证，确实不是方好做的。哼，真可笑！我让你看住方好，你不但没做到，现在你竟然还包庇他。奶奶，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所以没让他说我们在一起。但是我有证据啊，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也只能这样。秦方好，我怎么有你这么不知廉耻的孙女儿啊？你让我100年之后，怎么有脸去见你死去的爸妈呀？奶奶，他们既然是这种关系，那顾总帮他做伪证也不是不可能的。秦雪莉，注意你的言辞。我不会再纵容你。你去瑞士，永远别再回来。奶奶，这是我的家，我哪也不去。奶奶，这件事情你一定相信我，真的不是方好。3天，给我3天时间，我查明真相。好，我就给你3天。但是为了公司的大局着想，秦风男装系列项就先交给雪莉负责。凭什么？秦风是我的心血，从概念到设计，再到现在的样衣打扮，每一步都是我做的，凭什么交给他？姐姐，奶奶也是为了保护你，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接手，绝对不会让你的心血白费的。好了，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一会儿就去找旷野，一定找出证据，查明真相，还你清白。那你快点。从机场抓出来这小子，准备出国。你们是谁？你们帮我过来是为了要钱是吗？为什么要陷害秦方好？我和秦方好是好朋友，我怎么会陷害他？还不说实话！我今天倒是要看看，你是嘴硬还是骨头硬。我说的就是实话。那我换一个方式，秦方好的车钥匙，你给谁了？你们是秦方好派来的吧？麻烦你和秦方好说，钥匙是我不小心弄丢的，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我没脸见他。哦，
这么说，你默认她是无辜的，是有人偷了她的备用钥匙，故意陷害。对于伤害秦方好的人，我向来不会心软，所以我劝你说实话。真没想到，像秦方好那样的人，还有人会维护他。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最清楚。之前不也是你故意抹黑他吗？据我所知，你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什么都没做。我这人可没什么耐心。说，到底是谁偷了他的车？还有，你抹黑秦方好，也是因为那个人吗？照片你不都看了吗？开车的人就是秦方好。这么维护，那个人对你很重要吧？放心，我一定会把他揪出来。你来之前，我已经逼问过好几遍，这小子软硬不吃。我也问不出来什么，把他带走吧。是。那秦大小姐的事情怎么处理？虽然方好得罪了不少人，但能穿着他的衣服，开着他的车，并且有动机做这一切，除了秦雪莉，我还真想不出第二。可是我们没有证据，那个监控里拍到的，任谁看了都会以为是秦大小姐。再说了，她之前还因为酒驾被拘留过。她之前故意不澄清，是因为她知道，只要出现在拘留所面前，所有人，包括媒体，都会因八卦而聚集，帮她免费宣传。相比于广告，人们肯定更喜欢豪门千金的话题。哦，原来如此，怪不得之前每次在拘留所门口看见她，都像在走红毯似的。这个秦大小姐还真不是个草包，但是这件事大众并不知道，结合之前种种因素，大家都会以为是秦大小姐开的车。放心吧，我自有办法。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做噩梦了，我在网上看到这个人的照片，太惨了，他浑身都是血。网上说他们家很穷。方好，那不是你的错。我知道不是我撞的，但是大家网上都在这么说，而且是我的车。一个无辜的人为我而受罪，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你能陪我去看看他吗？好，我带你去。真惨啊！大家可以看到，秦雪莉小姐正在深切地慰问车祸受伤的王老先生。与肇事后神隐的姐姐秦方好相比，雪莉小姐展现出的担当和善良令人动容。王伯伯，你放心，所有的医疗费用、后续的康复，我们秦氏都会负责到底。善良的女孩啊！我姐姐她就是一时糊涂，受了惊吓。我这个做妹妹的替她向您道歉，希望您能给她一个改过的机会。真是人美心善。他是什么意思啊？啊？他不就是在告诉别人，肇事者就是我吗？没事，他现在多慧眼，到时候被打脸就会有多疼。另外，我了解到王伯伯是位孤寡老人，这让我非常痛心。在此，我以个人的名义向本市关爱孤寡老人的福利机构捐赠200万，希望能够帮到更多像王伯伯一样需要关爱的长辈。一边是肇事逃逸的恶魔，一边是勇于担当、心怀大爱的天使，怎么同样是秦家的女儿，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就是啊，姐姐，你怎么来了？秦方好，秦大小姐，她还敢来？是秦方好吧？她是良心发现了。秦方好小姐，请问您是来看望伤者的吗？为什么之前一直不露面？
是情况好吗？他是良心发现了吗？秦芳好小姐，请问您是来看望伤者的吗？为什么之前一直不露面？对于你亲妹妹替你善后的行为，你有什么想说的？是否会愧疚呢？请问你昨晚为什么开车撞人后逃逸？是因为喝了酒吗？大家不要再拍我姐姐了。姐姐现在心理压力很大，她不是故意的。姐姐，妈的，最烦装逼的人。大家都看到了，赵世芳秦芳好终于现身医院，但依旧死性不改，毫无悔意，甚至粗暴地推搡他的亲妹妹。看看，这就是有钱人的嘴脸，犯了法不用蹲监狱，还有保镖护着出来招摇过市，枉法呢。这老人家多可怜啊，无儿无女，就搁里面躺着呢，道歉就能了事吗？天理何在？我们穷就活该被车撞吗？必须严惩，不然怎么服众？难道真像网上说的，法律只管我们平民老百姓，管不了他们这些特权阶层？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自有法律来裁定。在真相大白之前，所有的恶意揣测、人身攻击，我都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我们走。奶奶，您看，这是咱们公司这个季度的财务报表，收益和绩效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非常不错。哎，这关键时刻呀，总算是有个能稳住大局的人了。奶奶，我有件正事想和您说。哼，你能有什么正事儿？我打算和思妍结婚了。我最近心情不好，想和她去度蜜月，放松一下心情。你这是收心了？结婚之后，我会和她好好过的。奶奶，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对方好的，一定会让她幸福。结婚也好，成家了，你就成熟了。幸福？他秦芳好凭什么幸福？奶奶，最近能让思妍住在秦家吗？住客房。我最近心情不好，想让她陪着我。随你吧。思妍哥，我知道你选择姐姐，无非是因为她是名正言顺的秦家大小姐。可是你看她现在身败名裂，说不定还要坐牢，她还能带给你什么呢？你也看到了，奶奶现在越来越看重我，秦家的实权迟早会落在我手里。思妍哥，聪明如你，应该知道谁才是你更好的选择。我能够带给你的，远比一个即将入狱的肇事逃逸犯多得多。听起来是挺诱人的。所以你愿意跟我在一起了？倒是可以考虑，不过这是在秦家，还是不要这么亲密的好。被你奶奶看见了，你的继承权恐怕就没了吧。秦雪莉，你来这干什么？思妍哥是客人，我来看看他缺什么东西。哦，是这样。不过我什么都不缺，有劳你费心了。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秦芳，你妈妈抢走了爸爸，现在我就要抢走你的爱人。真巧，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们。啊，是挺巧的。不介意的话，一块坐。
据我所知，顾先生与秦小姐关系好，而秦大小姐呢，与雪莉向来不对付。你和雪莉单独见面，就不怕秦大小姐生气？我和秦大小姐只是合作关系，而雪莉才是我的女王。哦，正好，既然你来了，那就一起和我见证吧。什么见证？雪莉，可能场合不够完美，我不想再等了，嫁给我吧。嫁给我吧。这也太突然了吧！怎么？不愿意？我愿意，思阳哥，我愿意。不好意思，我去下洗手间。哎，你等我一下，我去挪下车。嗯。女人总是不懂得珍惜，对吧？你什么意思？我只是有感而发。我最近有个朋友，为了他女朋友啊，付出了一切，可那个女人却从未爱过他，只是利用他，把他当工具，到最后还要嫁给别人。你说他这样值吗？我不知道。有些女人就不能让她站得太高。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上岸第一剑。思阳哥，这是我自己的房子，没人知道，很安全的。如此良宵，怎么能没有酒助兴呢？嗯。为我们即将得到的一切和你的未来，干杯！为了我们，思阳哥，别再拖了，提前明晚12点前准备好10万现金。你好，我是秦小姐的助理，钱已经准备好，但秦小姐现在不方便出门，由我代为送达，地址发给你。钱呢？钱是没有，绑架勒索，证据确凿，倒是够你吃几年牢饭的。哦对，这也是雪莉小姐的意思。妈的，秦雪莉这个贱人，想过河拆桥！妈的，当初
要不是他让我在那辆夫妻的车里做手脚，他能进入秦家。他不让我活了，我带他一起死。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死无对证。再说了，就凭你一个欠下赌债的修车工，空口白牙，你觉得法官是会信，还是会信秦家的小姐？谁说我没证据的？那女的当时年轻，她以为她打个电话吩咐好就没事了。妈的，老子留了一手，把她跟她的电话记录，老子用录音笔录下来，就藏在我那个工具箱的夹层里，我看她怎么狡辩。那还真是谢谢你。不过，你也别想跑。你我的提议是，让秦雪莉小姐担任公司新的董事长。你笑什么？话说，我秦方好执掌公司这么多年，效益翻了多少？你们自己心里没点数？现在开始卸磨杀驴了。秦方好小姐，您担任董事长期间，公司业绩虽有增长，但近期负面新闻缠身，也严重影响集团声誉和股价。还好有秦雪莉小姐出面公关，才稳住了局面。雪莉小姐不仅将秦风项目做得风生水起，更是自掏腰包，将个人分红作为特别奖励分发给大家，提振士气。能力与魄力，大家有目共睹。我也提议罢免秦方好小姐的董事长职务，并由秦雪莉小姐担任。既然大家的意见趋于统一，那就让秦雪莉接任董事长一职。另外呢，我也选好了继承人的人选。现在，我宣布，秦氏集团下一任的继承人是……等等，下一任的继承人是……等等。旷野，你来干什么？这是我们秦氏的股东大会，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来的。老夫人，各位股东们，1个月之前的撞车逃逸事件，并非秦大小姐，而是秦雪莉，是她穿着秦方好的衣服来混淆视听的。旷野，你胡说八道！你对我求爱不成，被我拒绝，所以你就恶意诽谤。雪莉，原谅我，如果我不来，以后娶不到你了。诸位，旷野说的只是冰山一角，秦雪莉犯下的罪行远不止于此。思阳哥，这是什么？秦雪莉，我们完蛋了，人家那对夫妻死了。慌什么？车都爆炸了，证据都没有。这里是20万，你把这件事情烂在肚子。原来是他呀！没错，你怎么这么把他锤死了？当年我怜惜你，让你进了秦家，可没想到啊，我是引狼入室，害死了儿子和儿媳呀！秦雪莉，真的是你！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怀疑你，就因为我爸妈没让你进秦家，你就要这样害死他们？凭什么？我没有爸妈，你也别想有。你妈妈当年抢走爸爸，你和你妈都该死。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本来应该是我的。你在胡说什么？我爸妈才是青梅竹马的恋人，你妈妈只是我们家的保姆，通过下三滥的手段偷走了爸爸的私人用品，人工受孕才得到了你。
所有的恨都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秦雪莉小姐、旷野先生，你们涉嫌共同策划并实施交通事故、肇事逃逸、伪造证据，以及参与多年前的一桩谋杀案，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不该是这样子，不应该是这样。顾思言，别得意太早。我想起来了，那天那个声音是你啊！那个人是你顾家的高管江助理。顾家和秦家可是世仇。所以，你真的是顾家的人？顾家，好一个顾家！顾思言，当年你爷爷顾沧海和我的丈夫秦振山，他们可是歃血为盟的结拜兄弟。他们两个白手起家，一起创立了秦氏。可后来呢？在我们秦家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带着核心技术从秦家脱离出去，建立了顾氏。他还撬走了我顾家将近一半的技术骨干和核心客户。沧海，他这一走，几乎抽干了我秦家的脊梁，导致资金链断裂，订单大面积违约，秦氏差点就破产崩盘了。我的丈夫秦振山一病不起，没有多久就这个仇，我这辈子都不能忘。现在你顾沧海的孙子，你处心积虑地接近我的孙女儿，你到底想干什么？是想将我秦家仅剩的基业也一并吞掉，是不是啊？不，顾思言，你告诉我，你一开始就是带着目的接近我的吗？不，你为我做的这些，也是你们顾家的吞并计划的一部分吗？不是这样的，方浩，我对你的感情都是真心的，至于你是谁的女儿无关，与那些陈年旧怨更无关。你不能因为一件我没有参与过的事情，就否认我们的感情吧？就算你现在说的有那么好听，我也不会再相信你，因为你一直在骗我。方浩，你答应过我，如果有一天我骗了你，会原谅我一次。是，我秦方好说话算话，我原谅你，但我不会再接受你，我们到此为止。方好，就算方好同意，我也绝对不会答应。请你立即离开秦氏，从今往后，你不许接近我孙女半步。奶奶，我理解您的情绪，我也接受方好的选择，但我是真的爱他。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顾思言自愿入赘秦家。从今以后，我们的孩子都姓秦，接受秦家的香火与家业。除此之外，我将我个人在顾氏15%的股份作为聘礼，全部无条件赠与方好。这不仅是我的诚意，也是把顾氏一部分的未来赠与秦家。你倒是和你的爷爷一个样子，总是说的比唱的好听。立刻，马上给我走！我会证明给您看的。
我会证明给您看的。顾总，情况不妙，秦雪丽的丑闻和肇事案正在持续发酵，已经影响到了秦氏集团的整体声誉。今天一开盘，秦氏的股票就一度暴跌，已经触及跌停板。而且我们监测到，有至少3家背景复杂的资本正在联手，趁机低价吸取秦氏股票的资金，狙击意图非常明显。立刻动用我们所有的可能资金入场，一定要护住秦氏的盘面，绝不能让那些秃鹫有机可乘。还有，之前我们掌握的那些资本背后见不得光的交易证据，找个合适的渠道，帮司法部门想起来。顾总，这需要我们动用很大的底牌啊！万一老爷子那边……照我说的做。方好啊，这李家跟咱们也算是世交。李公子呢，刚从国外回来，一表人才。为什么娶秦家那个女人？她名声狼藉，不知道有过多少男人，我才不要。秦家也就这独生女了，你委屈点，跟她联姻，等把她那个老太太熬走了，整个秦氏不就是我们的了吗？我懂了，不就是吃绝户吗？那行，先娶回家，再慢慢调教。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货色！一个靠祖荫混吃等死的废物，一个满脑子龌龊算计的老糊涂，也敢打我秦家的主意！秦方好，我好歹也是你的长辈，你怎么这么没教养？教养是留给人的，对于你们这种背后嚼舌根、算计别人家产的东西，你们配吗？你疯了！你们给我听好了，就算我秦方浩这辈子嫁不出去，就算秦家真的倒，也轮不到你们这种货色来指点。再让我听到一句你们嘴里不干净，就不是今天这个下场。奶奶，我们走。奶奶，你不会生我的气吧？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做个名媛。方好啊，你做的非常棒。是奶奶糊涂了，我的方好不是坏孩子，以前也肯定是那些黑心媒体断章取义。秦家出了大丑闻，以后的路必然艰难呐。我顾思言自愿入赘秦家，从今以后，我们的孩子都姓秦，接受秦家香火与家业。当时觉得是花言巧语，现在对比之下，却觉得这句话如此的真诚。顾思言愿意入赘，而那些所谓的世交，却在盘算着如何吞并秦家的家业。老夫人，这次暗中护盘的，并且使用关键证据逼退那些狙击者的，是顾家的基金。老夫人，小姐，顾沧海老先生和顾思言先生来访，说想要当面拜会你。请他们进来吧。嫂子，好久不见，我是来道歉的。当年的事，都怪我被利益冲昏了头。秦大哥死后，我每天都活在愧疚之中。我对不起秦大哥的信任，更对不起我们当年的兄弟情分。这份愧疚压了我几10年。得知思言和方好的事后，我才厚着脸皮上门。这声对不起，我欠得太久了。
这声对不起，我欠得太久了。思妍说她自愿入赘秦家，说实话，我心里也有点舍不得，但我们顾家欠秦家的，也欠2个孩子的一个圆满，所以我决定支持他。除了思妍承诺的15%顾氏股份作为聘礼，我老头子将从自己名下拿出15%的股份，赠与孙媳妇方好，作为我们顾家的迟来的赔罪和祝福。这30%的顾氏股份，几乎等于是放弃了顾氏的控制权。我秦家只剩下方好这么一根独苗了，他又是个不让人放心的。等我100年之后，顾家能护好我的方好，就是对我们的弥补。您这是同意了？来，好啊，奶奶同意了，你们2个要好好的。歪了，妹妹你扶正啊，我够不着嘛，爸爸快来呀！来了，爸爸帮你添。添好了没？添好了，过来咱们拍张全家福。妈妈快来呀！妈妈来了，新年快乐！去，给奶奶拜年去。奶奶，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哎，好孩子，红包你也给奶奶拜个年。祝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的宝贝，过年喽！去玩吧，去玩吧。哎呀，这个给你。傻孩子。望着满天烟花，欢乐和新年，最爱的人家，爱的。我不会沉醉人的夜，这天我们不敢太白的夜，穿一我只凭我有这个面。